第一次发现妻子出轨是在3年前的情人节之夜，我无意间窥到他手机里弹出条信息：宝贝，老地方约。下一秒，他告诉我有急事要出去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决定偷偷跟在他的后面。结果，我亲眼目睹他和一个男人举止亲密地走进情趣酒店。尽管我很愤怒，但我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。关键时刻，我止住了脚步，没有冲过去跟他们闹个你死我活，因为那样我觉得那样太 low 了，那种低级的报复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带他回家之后，我非但没有跟他大吵大闹，我还主动跟他调情，然后把他拉到床上跟他亲热。说真的，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某种抗拒，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。我承认在这方面自己有些变态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感觉。我知道他的秘密，而他却对此浑然不知，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。我跟妻子结婚已经多年，儿女双全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，很多同学朋友都很羡慕我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却因为妻子的背叛即将变得支离破碎。发现妻子出轨后，我心里很不踏实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偷偷做了亲子鉴定。可拿到鉴定报告后，我发现儿子是我亲生的，女儿却不是，这让我感到意外而又崩溃。我原本是一个性格随和的人，心理抗压强大，可这个残忍的真相一下子摧毁了我内心的防线。我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，精神也受到了巨大的刺激。从这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内心变得阴暗而又扭曲，有时像个疯子一样，还会做出一些疯狂而又变态的事来。比如明知道妻子给我戴了绿帽子，可我还是假装不介意，和她保持两性关系，维持家庭和婚姻。在正常人看起来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我应该更宠我的儿子才对。恰恰相反，我更加疼爱这个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，甚至到了无比溺爱的程度。我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她，每天跟她讲故事，陪她玩游戏，开车接送她上下课，给她买最喜欢吃的牛肉汉堡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对她有别的不良想法，我对她这样，其实是我复仇计划的一部分。我妻子叫柳如烟，身材和姿色都很好，尽管素颜不是那种特别出众的女人，但是她善于打扮自己，每次装扮过后也是妥妥的一个大美女。朋友当中也不少人羡慕我，说我娶了一个漂亮而又端庄贤惠的女人，可谓艳福不浅。起初我也这样认为，还为此沾沾自喜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她这人不光身材好，男人缘更好，性格外向的不得了，这就让我有点介意了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，可她偏偏男人缘好到极点，这让我无形之中产生了某种危机感。妻子在我们当地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，在我印象里，她这几年至少和公司里的3个男人发生过关系。第一个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，第二个是采购经理，第3个仓库经理。总之公司的很多优质男性都曾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玩得有多花。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，妻子告诉我，他弟弟柳亮要来我们家里，让我送完孩子之后买些羊肉回来，晚上一起涮火锅吃。我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于是欣然答应。我的岳父岳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很有涵养，而小舅子则是一个好吃懒做、不学无术的街溜子。他高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瞎混，非但没混出个名堂里不说，还经常惹是生非、闯祸，闹出各种乱子。更要命的是，他染上了网赌的恶习，不但把每月的工资输光，还欠了一屁股网贷，讨债的人天天堵他，各种催收电话轮番轰炸，很多次都打到我这边来了，把我气个半死。姐夫，你知道这个博彩网站吧？很有搞头。你听我的，你给我100块钱，明天就能赚到1万。刚进门，小舅子就开始手舞足蹈的跟我炫耀起来，牛逼哄哄的样子。刘亮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些能不玩就不玩了，现在回头还不晚，趁你姐没回来，我把我手里仅存的私房钱转给你，你拿去还债先吧。说完，我直接转给他5000块钱。自从妻子发现出轨之后，我对小舅子的态度也大为改观。不管他多么混蛋，我从不对他发脾气，还经常给他一些零用钱，甚至帮他还贷款，因为他也是我复仇的一枚棋子。姐夫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小舅子显然是被我善良的行为感动到了，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有些哽咽。我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，
笑着说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我去买点涮菜，今天晚上咱兄弟俩好好喝几杯。”“好好，必须的，晚上不醉不归。”我知道赌狗是不会上岸的，我甚至可以预料到这5000块钱在我去买菜的途中他就会花光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所以故意给他留出时间。出了门，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联想到接下来他们姐弟俩因为我反目成仇打成一片，我内心就异常痛快。我越想越兴奋，回来的路上又花1000块买了2瓶白酒，今天晚上确实值得好好喝2杯。到家之后，从小舅子沮丧的表情就已经看出5000块又打了水漂。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叫他帮我一起洗菜。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后，我又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他下班路上注意安全。紧接着，我精心地在餐桌上叠了一束玫瑰，盯着周围这些我最亲密但又似乎最遥远的人们，我再次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妻子埋怨我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酒，我笑着安抚说小亮好不容易来一趟，都是一家人，当然要隆重些，火锅吃了一半。妻子接了一个电话，她告诉我闺蜜找她有事，她要出去一下，不用管她，让我们继续吃。我当然明白妻子的小伎俩，临出门前我拉着她的胳膊，亲爱的，别舍不得花钱，逛街的时候给自己多买点衣服。妻子走后，我打开手机，我早就在她手机里安装了定位监视软件，她每一次的开房记录我都截图保存好，因为这些都是以后我复仇用的证据。把小舅子打发了之后，我开始耐心地给女儿讲故事，把剥好皮的葡萄塞到她嘴里，跟她打闹捉迷藏，还让她玩我手机上的游戏。我把她宠成了公主，我溺爱她，让她飞扬跋扈，目的很简单，让她不能没有我，更离不开我。不过假如我跟妻子离婚，我绝不会要她，我就想让她跟着妈妈，让他们母女生恨，斗个你死我活。想到这里，我内心突然非常畅快，工作的激情瞬间增大。对了，我叫季伯达，没有正式工作，算个自由职业者，平时靠在网上炒基金赚钱。在发现妻子出轨前，我会把自己赚的钱原封不动的全部都上交给他。妻子出轨后，我想过要转移财产，在咨询过律师之后，发现这些都是非法的，研究了好长时间我才想到了办法。我把自己收入的2成拿出来做家用，而剩余的那些给儿子买了一份成长型的保险，毕竟在这个家里，儿子是唯一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。我这几年的收入并不低，即便是2成都会5、6千元。我告诉妻子这是我的真实收入，因为我在家几乎等同于全职爸爸的角色，也没有正式工作。妻子也并未怀疑，他做财务也会有一些灰色收入，算起来每月也有1万左右。我老家是农村的，父母没有任何收入，房子是岳父岳母付钱买的，2人没有房贷车贷，1万6的收入在这个小县城可以说达到了小康水平。我们商议好每月存款6千，剩下的1万做家用。妻子回来的时候已经半夜了，我变态的心理又涌了上来，揽住她的腰吻上去。为了不让她有所察觉，我必须这样做。可能是心生愧疚的缘故，妻子并没有排斥我，但她那种欲迎还拒的心理让我得到了说不出的满足。说实在的，妻子的出轨让我彻底像变了一个人，加上亲子鉴定的真相，似乎唤醒了我阴暗可怕的一面。妻子洗澡睡过去之后，我则打开手机观看之前保存的那些证据。为了防止丢失，我注册了好几个网盘账号，甚至还将其保存的 U 盘里藏在自己的老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别人眼中的这种羞耻与侮辱，在我头上却有种说不出的畅快。我要做的是慢慢积累，一直等到最后再爆发。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去趟岳父岳母家，目的很明确，表表孝心，提前为最后的复仇大战做准备。第二天是周六，妻子说公司要加班，我在商城花了2万多给岳母买了一套按摩椅，然后又给老丈人买了2条软中华，这钱花的一点也不心疼。岳母跟岳父都是那种传统的人，即便我有一种入赘他们家的感觉，可他们2人并没有为难歧视我，相反，他们处处帮我，让我能够在这个城市立足。所以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并不心疼，这里面最少有1/3的感情是为了报答他们，当然剩下的2/3是为了报复。继子，家里的电器都是你买的，你还有孩子要养，手头也不富裕，以后可不能买这些东西了。岳母指着家里的电视机、空调，还有那套旋转餐桌，
这些都是妻子出轨之后我给他们添置的。岳母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我从她的眼睛里能够看得出来，她还是满心欢喜。我把烟递给岳父，熟练地拆开箱子，把按摩椅摆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假装孝顺地说道：爸妈，您二老上课时间长了，颈椎不好，这个按摩椅专门负责治疗颈椎的，钱不钱的无所谓了。我家住的房子都是您二老买的，没有您二老，我在这里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说到这里，我略微叹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声音哽咽：妈，您先上来试试，试试舒服吗？唉，继子啊，你比小亮那个败家子可强多了。感性的岳母被我的情绪感染，也有些泪眼婆娑。我抬起手装作擦泪，其实是为了挡住我冷笑的嘴角。哎呦，姐夫，你来了呀！小舅子经不起念叨，推门走了进来。原本的温情被小舅子的意外出现给打破了。岳母阴着一张脸坐在按摩椅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至于岳父，看到柳亮后，脸色瞬间耷拉了下来，二话没说，气得直接扭过头去。这场面实在是太滑稽了。哎呦，小亮回来了呀！我急忙招呼了一声，打破了这种尴尬的氛围。柳亮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，这几年为了给他还贷款，岳父岳母钱的钱让他败了个底朝天，他轻易不会回家。凭我对小舅子的了解，他这次回来肯定有所企图。果不其然，小舅子告诉我们，他跟一个女孩谈恋爱已经谈了半年了，现在两人准备要结婚，对方没别的要求，就只想要一套房和一辆车。岳父听后勃然大怒：臭小子，这些年给你攒着买房的钱全让你小子败光了，你现在竟然还有脸来跟我要钱买房买车，我拿什么给你买？小舅子从小娇生惯养，岳父的话让他非常不满，他扯着嗓门朝岳父喊道：你能给我姐买房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买？小舅子没大没小的，说的话又很冲，岳母听后气的扬手就想要打他。我见状连忙拦在前面：妈，您别激动，小亮说的没错，他现在既然想要结婚了，肯定是准备改过自新了，您二老放心，小亮呢就是我的亲弟弟，房子和车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说完我就情不自禁的又笑了，因为一个异常邪恶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产生了。我的话小舅子顿时喜笑颜开：真的假的？姐夫，我可就全靠你了。他丝毫不顾及父母就在身边，直接揽住我的肩膀：姐夫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说啥呢？我附和着笑笑，主动递给他一根烟。回家之后，我就把这事开门见山的告诉了妻子，想把房子抵押出去，而抵押得来的钱给小舅子做房子的首付。不料我的话让妻子瞬间就怒了：季伯达，你平时给小亮赛钱买东西也就罢了，把咱们的房子抵押出去给他买房，亏你想得出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不争气的样子，你脑子是不是让驴给踢了？妻子说到这里突然哭笑不得地盯着我：季伯达，小亮到底是谁的弟弟？为什么你比我还要关心他？我抓住妻子的手，苦口婆心地解释道：老婆，当初要不是爸妈给咱们买下房子，咱俩也不能过得这么舒坦。虽说小亮是有些不着调，可再怎么说他也是爸妈的亲生骨肉，是你亲弟弟啊，现在有难了，咱俩不帮谁帮？说完这番话，我心里不禁又冷笑了起来，但脸上却还保存着刚那种谄媚，那种低姿态的仰望。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我的话，她张张嘴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我知道事情已经成功一半了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妻子自己的名字，而且还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房子属于妻子一个人的。所以呢，房子抵押出去和不抵押出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而抵押出去拿到钱后，给一个赌狗买房。想到这里，我就乐得忍不住直拍大腿，因为我知道赌狗怎么会轻易上岸呢？小舅子永远改不了他那豪赌的毛病。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这件事的结局，肯定会全部打水漂。那抵押得来的贷款可以给小亮付首付买房，可是抵押贷款怎么还？妻子又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：亲爱的，这件事我会跟妈好好谈一下，要么让小亮还，要么就咱跟咱妈两家一块把债务接过来。说到这，我又拍了拍妻子的肩膀：老婆，等小亮结了婚有人管了，就轮不到咱们操心了。唉，妻子万般无奈，叹息声中
其实已经同意了我的提议。妻子一直做财务工作，跟银行的人也非常熟，抵押贷款根本就轮不到我出面。而我也不想出面，毕竟签名按手印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之后的征信。就小舅子那副尿性，我估摸着到时候他能把全家人都搞成老赖。办房贷那天，我亲自开车拉着小舅子去银行。透过妻子跟房贷专员打闹的动作以及略带暧昧的言语，让我瞬间就明白了什么。弄不好他们两个也有一腿。我跟小舅子要了支烟，还没点上，就突然控制不住的大笑了起来。姐夫，你怎么了？柳亮着实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，诧异的看着我。我连忙收起笑容，不过说心里话，我打心眼里就是高兴。没事儿，姐夫就是高兴，就是高兴。见小舅子还是不明所以，为了掩饰我脸上的那种兴奋，我连忙找了个理由。我想着房子的事给你解决了，剩下的就是车了，车子问题好解决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买一辆。谢谢姐夫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能有你这样的姐夫，真是三生有幸。我心中一阵窃喜，赶紧拍了下他的肩膀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就客气了，以后你给我争点气就行了，爸妈年纪大了，别让他们再操心了。放心吧，姐夫，我一定洗心革面。柳亮笑着说道，内心却打着他的如意算盘。我看着小舅子那得意的神情，也不禁跟着笑了起来。只不过我们笑的原因不同，毕竟都各怀心思。小亮，贷款总共30年，每月还2700，你可得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，贷款还不上房子可就收回去了。小舅子签完字之后，妻子一脸庄重的敲打他道：知道了姐，你怎么跟咱妈一样磨磨唧唧的？刘亮有些不耐烦的把购房合同塞进包里。妻子无奈的摇摇头，又盯向我：季伯达，你先回去接孩子，我跟冯经理还有点公司的业务要聊。说到冯经理的时候，妻子下意识地将头发拢到耳后，那个刻意的动作撩得冯经理心里直痒痒。看到这里，我已经心知肚明，这两人8-9不离10，有不正当的关系。我赶紧拉住冯经理的手，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冯经理，柳如烟公司的事可就拜托您了，您可得多上点心，尽可能的多帮帮他，免得他回公司被老板骂，拜托了哈。说完，我轻轻的婆娑了一下冯经理的手背，同时我看到了冯经理眼神中的窃喜。哈哈，这种能看透别人心思的快乐，我真是太喜欢了。回去的路上我告诉小舅子，如果贷款真的还不上了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来帮他想办法。小舅子听后感激的不行，姐夫，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等我以后发达了，肯定好好报答你。好，那我等着你发达的那一天。妻子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她嘴唇上口红的色号都变了，由此可见她和冯经理的业务谈的肯定不错。我并没有纠结这些，而是把她回来的时间点记在自己的证据簿上，这以后可有大用处。睡觉的时候，在床上妻子居然很主动，着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刚从外面偷了回来，还这么主动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是害怕我发现破绽。季伯达，你说小亮到底能不能改掉他的那些坏毛病？面对妻子的主动，我显得有些抗拒。我借口腰疼，终止了他的狂热。你要相信小亮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小亮都发誓了。再说了，现在有女朋友管着他，绝对没问题。但愿如此，希望从今往后，我这弟弟能彻底让我省心。会的，好了，累了吧？快睡吧。妻子见我实在没那意思，正好收起那种因为愧疚而要弥补我的念头，翻过身去睡了。我扭头看了下妻子，忍不住诡异一笑。我那赌狗小舅子的脑子有问题，我是清楚的，但我没想到他的脑子居然这么有问题。贷款合同签了还不到半个月，他居然利用这份合同做了一个2次贷。2次贷只有5万块钱，1个小时不到让他输了个精光。小舅子为了堵窟窿，又做了几份假的网签合同，找非法小贷公司弄了15万，一把梭哈，余额又变成了0。我虽然早就预料到了，可万万没料到，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。小亮，不是姐夫说你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以后不碰赌了吗？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和你姐的？我强忍住内心的喜悦，刻意佯装出一副责备的样子。与此同时，我脑子里却在想着，小舅子，好样的，
超额完成了任务。姐夫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借我2万，我就要2万，有了这2万，我立马就能翻身。姐夫你放心，我已经掌握他们的套路了。不行，不能再赌了，赌博害人害己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你碰了，别说2万了，2000都不行。姐夫，真的是最后一次，你看着我玩，你看着我玩行不行？柳亮眼泪跟鼻涕横飞，他蹲坐在我身边，几乎都要给我跪下了。小亮，2万块钱我有，如果放在昨天之前，我肯定拿给你。可是说到这里，我朝着自己下面最敏感的位置重击了一下，剧痛让我瞬间从椅子上滑下来。就这样，我顺势跪在了小舅子的面前。我心里清楚，要想复仇计划成功，此刻我必须要演好这出戏，要演好这出戏，就一定要哭出来。其实我的内心是不痛苦的，必须保持肉体的痛苦。对自己的暴击让我的神经得到快速的收缩，眼泪也随即喷涌出来。姐夫，你怎么了姐夫？柳亮见状当场就懵了。在小舅子眼里，我始终是一个照顾着他的好姐夫形象，此刻我突然变得如此懦弱，让他根本无法适应。小亮，你姐出轨了。我环抱住小舅子的肩膀，鼻涕和眼泪全部都流到了他的脖子里。不会吧，姐夫，你别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柳亮轻轻把我推开，略有些严肃地问道，毕竟出轨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把怀疑妻子跟银行信贷冯经理有染的事情告诉了他，然后又拿出了我自己所掌握的部分证据。小亮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这么爱你姐，我把她当成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可她呢？她居然给我戴绿帽子。说着，我继续嚎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弓起身子，用头重重地撞向身旁的衣柜。我的冲力够大，再加上自己是故意为之，小舅子根本就拉不住我，结果我脑袋直接磕出了一个大口子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啊，姐夫，你不能死啊，想想孩子，想想我。柳亮慌了，一时都有些说秃噜嘴了。姐夫，你别管了，我去找那个狗男人算账。柳亮说完站起身就想往外冲，见状我死死拉住他的衣服。小亮，不行，你把事情捅破了的话，我跟你姐就彻底过不下去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去，千万不能去。我跪在地上开始给小舅子磕头，鲜血把地板砖涂成了红色。可是姐夫，柳亮只能蹲下身子暂时替我简单包扎，一时间又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。人的生命没有那么脆弱，多到血口子不一定会死。虽然我心里在冷笑，但脸上却保留着不甘、无奈，手足无措。小亮，你答应我，这件事只有咱们2个知道。我抓住柳亮的手，苦苦哀求道。小亮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能没有你姐。柳亮虽然十分为难，可还是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。我露出释然的笑，然后掏出手机给妻子打了过去。按下免提键之后，我示意小舅子晋升。老婆，你快下班了吧，我有点事找你。什么事？妻子问道，声音平淡里带着一丝疲惫。小亮找我借2万块钱，你批准一下吧。我故意装出轻松的姿态。季伯达，我他妈告诉你，你就是个傻逼。柳亮那个王八蛋，他拿合同去贷款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还想借给他钱。我告诉你，一开始把咱们的房子抵押出去给他付首付，我就不同意，你非得在这乱整，出馊主意，现在怎么弄吧？妻子突然对我大发雷霆起来，嗓门之大是从未有过的。隔着手机荧幕，我都能幻想出他此时咆哮的面部表情，肯定不是一般的狰狞。我慌乱地把免提键关掉，然后又装作关心地问道：老婆，这些事你都是听谁说的？小舅子的面部已经有些变形，他张着大嘴，一脸气急败坏的样子。要不是信贷部的冯经理好心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季伯达，你算是把这个家给败完了，这个家彻底毁在你手里了。虽然免提键已经关掉，但妻子歇斯底里的声音还是传了出来。够了，够了！柳亮实在是忍受不住了，他大叫着，想要把手机从我手里抢过去。我可没有这么傻，在他嚎叫着抢手机的那一瞬间，就已经挂掉了电话。我拉住小舅子，佯装着劝慰道：小亮，你冷静一下，别激动。姐夫，你放开我，
那个姓冯的狗杂种，我看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现在一屁股烂账，我也不活了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，我要弄死他！”柳亮一把挣开我，推开门跑了出去。小舅子走后，我已经笑得不能自已了。真的，在我的报复计划里，根本就不想对这些奸夫怎么样，因为我感觉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是姓冯的这个狗男人，我却很反感。身体不行，还出来偷人，图啥呢？难不成仅仅是变着花样的睡女人？柳亮现在基本上已经疯了，就冲刚才那个架势，姓冯的这次估计要给自己送终了。我拿出藏了多年的好茶焖上，然后点上一支烟。本来我没想这么快就启动复仇的，可柳亮这个败家玩意儿，败家速度也太快了，没办法，这是逼我要快点行动。我打开计算机，进入网盘。妻子每一次出轨，我都会做一个当家，当家里面包括文档、相册还有视频。文档我会记录我妻子和哪个男人去的哪个宾馆哪个房间，在里面待了多久几点离开，而这些都会有我的照片以及视频佐证。每个当家里都会有一张特殊的照片，那就是我和女儿瑞瑞的亲子鉴定报告单。我盯着右下角的统计，共计27个当家。3年时间里，妻子出轨被我发现了27次，隐藏的次数我不得而知。这样一算，他出轨的频率并不低。我把所有的东西做成一个压缩档，还把几个视频着重摘了出来，然后做了网盘分享。我并没有立即发送出去，我想等到明日凌晨再发布。发布的对象是我跟妻子同在的家族成员群，还有我们的共同好友。当然，我更希望发给那些奸夫的妻子，可苦于没有联系方式，这点暂时做不到，只能再等合适的契机了。好茶不过3，我略作喘息，就直奔岳父家。我有岳父岳母家的钥匙，这个时间他们还没有回来。我瘫坐在沙发与茶几之间的过道里，把略微结痂的伤口重新恢复新鲜，让血再次流出来。接着我打开手机所有的应用，启动耗电模式，电量很快消耗掉，自动关机了。楼梯里传开了蹒跚的脚步声，随后是老两口的交谈，他们好像是在说柳亮这次谈婚论嫁了，能不能改掉之前的毛病等等。钥匙插入的声音让我突然有些后悔，我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。在报复这件事上，我觉得自己过于卑鄙了，甚至有点邪恶。正当我内心开始摇摆之时，我又听到岳母说，多亏咱们的好闺女嫁了个靠谱的老公。这话无形地刺激了我，我又坚定了自己的报复计划。柳如烟啊，柳如烟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出轨？为什么背叛我？出轨之前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考虑过后果吗？考虑过离婚后孩子的感受吗？啊！岳母打开灯的一瞬间，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我，她先是惊讶地叫出声来，当看到人是我之后，又急跑了过来。继子，你怎么了？老柳，快打120！我脸上的血让岳母惊慌失措，她慌乱地指挥着身后的岳父。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！都是我不好，真的，都是我不好。我故技重施，抱住岳母，这一刻我真的有些委屈，这些年的一切都化成了泪水，全都涌了出来。怎么了？季百达，你怎么了？岳母毕竟是个女性，又是个老母亲，我的歇斯底里一方面让她害怕，另一方面又让她心疼。妈，小亮，我对不起小亮啊。小亮，我找不到他了。我没有直接把妻子供出来，而是继续打着小舅子的牌。虽然他不争气，但他毕竟也是2位老人的亲儿子，这张牌最好使。柳亮，这个败家子又怎么了？岳父拿来了止血带跟毛巾，一辈子大男子主义的他居然为我擦起了脸。我省略掉前面告诉柳亮关于妻子出轨的事情，就说柳亮在听到妻子的电话之后去找冯经理报仇了。什么？他又贷款了，又去赌钱了。老丈人听完我的话，手中的洗脸盆都掉在了地上。爸妈，钱没了，咱们可以再赚，但是我害怕，我害怕小亮去把银行那个冯经理打一顿，到那个时候他可就背上黑历史了。我继续伪装着，继子，让他打去吧，不用管，打死了也就打死了，他要是死了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儿子，没有他，我们老两口照样过。老头子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岳母突然变得异常镇定，她把我扶坐到沙发上，然后盯向岳父，仿佛是在等着岳父做一个回答。
一个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回答。岳父刚才受的刺激很大，他用手轻轻抚着胸口，然后紧盯着我。没错，继子，他死了就死了，你爱做我们的儿子，就当我们没他这个儿子。我的心突然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我变得非常纠结。我想不到岳父岳母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。就在我思索再三想到要放弃的时候，岳母的手机响了。妈，季伯达是不是在你那？为什么没去接孩子？他难道还嫌这个家不够乱吗？他难道非得把我折磨死才甘心吗？妻子的声音又是句句扎心。我突然咧着嘴笑了，我跪在地上给岳母磕了一个头。妈，原谅我吧，我做不了您儿子。随即我又把头朝向了岳父。爸，柳如烟她出轨了。季伯达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妻子已经听到了我在电话这头的哭诉，她语气瞬间就变了。爸，柳如烟公司的销售经理、采购经理、仓库经理，他们3个都跟柳如烟睡过，还有给小亮办贷款的冯经理也跟他是相好。小亮就是因为听我说了这个，才去跟那个姓冯的拼命的。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这个家啊。我的话说完之后，一阵寂静，只有我头部叩击地板砖发出的咚咚声。柳如烟，继子说的都是真的。岳母问这话的时候，嘴唇都有些哆嗦了。妈，你别听他在那里胡扯，别听他胡扯，你等我回去再说，我这就回去。妻子的大叫声像急了一条疯狗。爸妈，柳如烟出轨我也能忍了，可是瑞瑞不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用颤抖的手拿出口袋里早已准备好的亲子鉴定书，然后递给了岳父。啊，这！随着一声撕裂的喊声，紧接着我看到岳父嘴唇发青，一只手捂在心脏的位置，跌倒在了地上。老柳，老柳！爸！岳父被急救车拉走，岳母抱着我哆嗦得像个筛子。医生说岳父是急性心梗，已经重度昏迷了，现在在重症监护室里，请家属随时做好心理准备。听完医生的话，我逃一般的离开了医院。我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，嘴里嘟囔着：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本不想这样的，我本不想这样的，怎么变成了这样子？我真没想过要伤害岳父岳母，只是想单纯地报复下妻子，让他在亲人面前丢尽颜面而已。可事情怎么就失控了呢？想到这，我的内心一阵阵的刺痛。我有些懊悔，刚才太冲动了，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要是岳父有个3长2短，怎么办？带着一种极度矛盾而又悔恨的心情，我打的去了车站，仓皇地坐上了回老家的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没有打开手机，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对还是错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妻子的出轨对我打击真的很大，也正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，让我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心里变得阴暗而又扭曲。可这样的报复方式，是否真的能够平息我内心的不甘呢？妻子出轨了，真的一定要报复吗？直接离婚，放手各自安好不行吗？我扪心自问，没有答案。我的父母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而我也并没有打算要把这一切跟他们坦白。我只是告诉他们跟堂客起了些冲突，过几天就回去了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老实巴交的父亲给我带了几包烟，继子啊，人家对咱们不错，还出钱买的房子什么的，你以后对他们说话要客气些。我抽出烟递给父亲一根，客气，一直都很客气。打开手机，我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，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后，借着 WiFi 打开微信。接二连三的消息顿时弹了出来，结果导致我手机不堪重负，卡机了。我足足等了10几分钟才恢复正常。小舅子的消息很劲爆，他发的是一段冯经理跪在地上向我道歉的视频，两人的衣服都撕扯破了，冯经理满脸都是血，看样子伤得不轻。我看了一下视频发来的时间，差不多是岳父刚刚晕倒的时候。妻子的消息有差不多上百条，我点了查看未读，对话框向上滑动了接近半分钟才停下。你死哪去了？打你电话居然关机，幼儿园刚打电话来说没人接孩子。季伯达，你他妈的还是人吗？我跟你结婚图过你什么？我为你生孩子做了那么多，你居然去我爸妈那里诬陷我，你个狗东西，为什么关机？你现在在哪里？马上滚来医院，回家取3万块钱。
好老公，你在哪里？医院这边我忙不过来了，孩子还在幼儿园，老师又打电话来了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凶你，你赶紧来医院行吗？狗日的季伯达，你个傻逼！你他妈的凭什么跟我玩失踪？我哪里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说的那一切都是自己凭空猜测的，都是扯淡。我心里爱不爱你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看到这里，我冷笑了一声。妻子一会儿对我辱骂，一会儿又向我道歉。没了我，他的生活已经乱成了一团糟，至少在最需要我的时候变成了乱麻。可他在出轨之前想过这些吗？考虑过后果吗？姓季的，你能接我电话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你死了吗？回话。老公，求你了，接我电话好不好？季伯达，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你居然利用小亮，他杀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被警察抓走了。老公，我求你了，我错了，你接我电话行不行？我错了，你看看闺女，她找你呢，找爸爸呢，找不到你一直哭，你回来好不好？这句话的后面附着闺女瑞瑞的一段视频，我轻轻点开，夹在了几秒钟后，我看到了闺女的那张被我宠坏的脸。我吃汉堡，我不要在医院。瑞瑞，老爷正在住院，这里是医院，你小点声，你快跟爸爸说，让爸爸赶紧回来。我想吃汉堡，爸爸就会给我买，你为什么不去给我买？你个臭妈妈！看到这里，我刚想笑，眼泪却哗地一下涌了出来。对，我的初步目的虽然达成了，可转念一想，要是离了婚，对女儿的伤害太大了。我那么宠她，她什么都依赖我，要是我不要她的话，对她太残忍了。之后的微信，妻子几乎都在祈求我，让我赶紧出来，因为现在整个家庭所有的重担全部都放在了她一个人身上。她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，各种忏悔。岳母居然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，大意就是，就算柳如烟对不起你，但我还是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家人。现在在家里忙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问我能不能出面帮着忙活一下。我把所有消息都标记为已读，伸个懒腰准备出门，又来了一条微信消息提示：季伯达，你赢了，爸死了，你这次满意了吧？我为之一顿，内心世界轰然塌陷。岳父葬礼那天，小舅子因为故意伤人罪正在被公诉开庭，柳如烟在灵房里嚎啕大哭，我闺女瑞瑞则大闹灵台，还打翻了供桌。岳母搂着我儿子，泪似乎已经快哭干了，她像傻了一般，两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。这情景是那么的真实，又是那么的残酷。我混在吊唁的人群里，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以及心灵上的谴责。我冲进灵堂里，用尽全力，拿头撞击着地面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人都已经死了，还谈及什么恨与不恨？我突然感觉这一切荒诞无比，身为罪魁祸首的我，似乎才最应该是成为骨灰盒里的那个人。按照计划，我只是想报复下妻子，结果没想到事态会发展成这样。这是我始料未及的，岳父对我那么好，对我比对他亲儿子还要亲，而我却间接的害死了他。我就是个疯子，更是一个罪人。我瞥了一眼妻子，显然我的突然出现让他似乎有些惊慌，而我刚才的表现则稳定了他的心神。他心里清楚，我已经原谅了这一切。红白理事会的负责人给我戴好黑纱，穿好校服，示意我跪在妻子旁边。我连拖带爬地过去，跟妻子并排跪好。我鬼使神差地去拉妻子的手，她略作抗拒，又顺从地握在了一起。吊唁的人开始逐一行礼。我看到了排在后面的一对夫妻，那男的正是我妻子的领导。我心里有些犯恶心，快到他时，我便躲到一旁抽烟，斜着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家属答谢。妻子的领导揽着妻子的肩，在一旁安慰道：柳如烟，要振作起来，坚强起来。我冷笑了一声，骂道：畜生！但妻子的领导随即把手划到我女儿的脸上，他笑眯眯地捏了捏瑞瑞的脸。领导的举动让妻子的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那种祥和，那种侵入骨髓里的爱意。我瞬间反应了过来，这是他们三人在我眼里的第一次同框。这一幕对我的冲击力太大了，直接摧毁了我内心的最后那道防线。我无法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。瑞瑞那么可爱，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有一张圆圆的肉脸，笑起来很迷人，也特别治愈。明明是我的贴心小棉袄才对，
可为什么偏偏是那个畜生的？柳如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出轨寻求慰藉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给别人生孩子，让我来当这个冤大头？我越想越崩溃，本想原谅他的那颗心，这次被彻底刺激到了。我把烟头用力的碾碎，打开手机，把所有的证据毫不犹豫的都点了发送。此刻的我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我又疯了。现场吊唁的亲朋好友很多，先是有一个人掏出手机，紧接着收到信息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低声耳语，然后开始对着柳如烟指指点点。柳如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赶紧怂恿领导离开。我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，快步冲了过去，把手机拿给了柳如烟领导的妻子。尽管有些荒唐，但是我想让这个女人知道真相。柳如烟的领导看到视频后，脸色骤变，放弃了对柳如烟的安慰，甩开妻子的手，狼狈地逃离了现场。柳如烟领导的妻子当场崩溃，骂骂咧咧地追了出去。接下来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，没有了哭声，没有了悲伤，一群看热闹的人戳着柳如烟的脊梁，他们那幽怨、愤怒、惋惜、无奈等等一系列的眼神，足以把他撕碎、射死。柳如烟好像中了魔眼一般，她站起身子，却又突然跌倒，又站起来，又一次跌倒。她开始抓狂大喊，怨恨的尖叫声刺进我了的骨膜。季伯达，你个疯子，你就想报复我对不对？你这样做不就是想让我难堪，让我当场射死吗？你成功了，你满意了吧？狗日的季伯达，你不得好死！现场混乱起来，紧接着便开始失控，场面越来越乱。我看到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，内心淤积的不甘与屈辱似乎瞬间得到了释放，我忍不住又笑了。笑什么呢？感受到有人推我后，我猛地坐起身子，睁开惺忪的眼，发现妻子正站在我面前。我擦，幸亏是个梦。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梦，梦到自己妻子出轨了不说，还多了一个女儿。做了个梦，怎么我在梦里还笑了？我笑着问道。妻子白了我一眼，指了指睡在我旁边的儿子，亏你笑得出来，你也不看看你干的都是什么事，让你在家带儿子，你睡着了也就罢了，还把被子都裹在自己身上，把儿子晾在外面，有你这样当爹的吗？太不称职了。我连忙拍了下脑门，把被子盖在儿子身上，看到儿子睡得这么香甜，我忍不住俯下身子，宠溺地在他额头上亲了一口。赶紧起来做饭去，一会有惊喜给你。什么惊喜？我好奇地看着妻子，心想孩子睡着了，这正好是个机会。妻子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瞥了我一眼，你想多了，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你没机会了，看看吧。说完，妻子把包打开，递给我一张纸。我接过一看，愣住了，是一张 B 超单子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子宫体积增大，形态饱满，宫腔内可见回声，内可见卵黄囊，探及胎芽及原始心管搏动，超声诊断怀孕。我找人算过了，是个女孩，你有小情人了，惊喜不？真的吗？我跳下床，一把抱住妻子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计划着要二胎，在妻子排卵期一直小心翼翼，各种配合，可始终没怀上。可没想到现在妻子居然真的怀上了，这对我而言的确是个惊喜。有了儿子，再来个女儿的话，就可以凑成一个好字，简直不要太完美。妻子突然挣开我的胳膊，行了，快去做饭吧，一会儿儿子醒了，该饿了。好，今晚必须吃大餐。我难掩脸上的兴奋，收拾了一下，便主动跑去厨房忙活了起来。今天是情人节，加上妻子怀上了二胎，我心情大好。我做了一桌子的拿手好菜，还精心的在桌子上叠了一束玫瑰，然后又跑出去，花了1000块钱买了2瓶好酒。我决定晚上放开了喝一回，好好的庆祝下。回来后，我开始招呼妻子和儿子吃饭，待他们坐下后，我给他们分别倒了一杯鲜榨的果汁，接着给自己倒上一杯酒。我酝酿了几秒钟，笑着来了句开场白：老婆，谢谢你，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你辛苦了，我爱你，来，亲一个。你干什么？当着孩子的面也不害臊。我冲儿子笑笑，端起酒杯绕到妻子身边，刚想和她碰杯，这时她手机的微信提示音忽然响起，一条信息弹了出来：宝贝，
老地方约。我佯装没看见，继续和他调情。小孩子，他懂什么？妻子侧了下脸颊，躲开了我的唇角。你有病吧？疯了？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抵触，不过我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失落，反而冲他坏笑道：好吧，那就晚上再说，到时我再好好奖励你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喝你的酒吧。妻子说完，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放到了兜里。就这样一个细小的动作，让我瞬间明白了什么。我笑着点点头，端起酒杯，然后一口闷了。这个酒是我以前最喜欢喝的，因为喝了不上头。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晚上这才刚喝了一杯，就感觉有点上头了。即便这样，我还是强忍着喝了起来，期间还哼起了小曲。没别的原因，就是高兴。我跟妻子结婚已经多年，儿女双全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很多同学朋友都很羡慕我，我的脑海里甚至可以幻想出他那甜美可爱的模样。吃完饭，妻子把儿子哄睡后从卧室走出来，见我喝得醉醺醺的样子，一脸嫌弃：别唱了，喝多了吧你。我无法压制自己内心的兴奋，冲他摆摆手：没事，我今晚高兴，让我多喝点，你别管我。懒得管你，就知道喝，喝死你算了。妻子说完，从衣柜找出一件黑色性感的低胸深 V 外衣。我见状，诧异地问道：老婆，你这是？闺蜜找我说有点急事，让我过去一趟。妻子换好衣服后，拿上包便急匆匆地出了门。我越想越不对劲，连忙放下酒杯，偷偷跟了出去。结果刚下楼，我就大老远的听见他在给人打电话。由于喝多了，晕晕乎乎的，我也没听清楚他给谁打的，也没有听清后面说的什么，只是隐隐约约的听到一句话：我怀孕了。